本冲绳的行程一共分为6集。第6集要介绍玉泉洞跟赶嘎拉之谷，还有附近可以顺道走走的奥武岛。首先，我们要前往赶嘎拉之谷，骑车大约是半小时左右。赶嘎拉之谷是一定要在线上先预约的，才可以进到里面参观。这个是它的预约网站，链接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。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线上预约，直接选择日期跟时段，或是在网页往下滑，会看到这个电话，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去预约。一天里面总共有4个时段可以参加，另外都是要提前10分钟抵达，然后报到。大人的费用是2500日币，大约是台币500块左右。然后13岁以上的学生是1500日币，大约台币300块左右。我们预约的时间是10点的场次，导览一趟大约有1个半小时。停好车之后，顺着指标就可以一路走到入口。前面会看到的是洞穴咖啡厅，上面就是天然的钟乳石洞穴。这边有卖冲绳限定的35咖啡，是由珊瑚烘焙而成的咖啡，而且这边也是一个考古挖掘现场。报到完之后，导览员会先讲解待会的路线，另外还会发一个罐子，里面装的是3品茶，也就是茉莉花茶。接下来就要走进去，开始这次的导览。导览主要全程都是讲日文，但是他们会另外发中文的文字导览，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。这边原本是一个海底珊瑚礁，经过了地壳隆起，就形成陆地。之后有雨水渗透珊瑚礁，形成了地下河流。河流侵蚀之后呢，形成洞穴。后来洞穴的顶部坍塌，留下了2侧的山壁，就变成现在看到的赶嘎拉之谷。这个是麻竹，是一种超粗、超巨大的竹子，但它不是冲绳的原生种，而是来自台湾。麻竹也是台湾最多、种植范围最广的竹类，竹笋可以吃，竹子的寿命最久可以活60年。这边的植物也都是洞穴坍塌之后自然生长的。这边是走路的榕树，会有这个可爱的名字，是因为榕树的枝柱根都长在同一个方向，看起来就像在往那个方向走过去。接着就是女神洞，是一个比较低的洞穴，目前没有开放游客进入参观。导览员会给我们看照片，里面是有类似女性特征的钟乳石柱，所以古早人类就觉得有女神住在里面，会来这边祈求顺产。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男神洞，里面也是有类似男性特征的钟乳石，古早人类就会来这边祈求多子多孙。进去之前，导览员会帮大家点好煤油灯，比起发手电筒，真的超有仪式感。就可以提着煤油灯进去洞穴探险。这个洞的规模蛮大的，上面也都是钟乳石，没有很深，但真的超级黑暗，要有灯光才可以稍微看得清楚。前面这个就是男性特征的钟乳石。前面有一个隧道，以前隧道上面是一座山，在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洞，古人朝洞里面丢石头，就会发出赶嘎拉赶嘎拉的回音，所以这边就是赶嘎拉之谷命名的由来，是直接音译过来的。穿过洞穴就会看到榕树大竹，是一棵推测已经树龄超过150岁的榕树。这边导览员会帮你跟大榕树合照，他们的拍照技术蛮好的。一路上会经过很多坍塌而成的山谷，都是经过数万年才形成的，看起来真的非常震撼。旁边的是以前残存的山洞，古人曾经生活的地方。考古学家也在这边挖掘到很多遗迹。往前上去有一个景观台，据说这边可以远远的看到港川裂沟遗迹的位置。港川人是冲绳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。
也因为冲绳的石灰岩地形是碱性的，比起酸性的土壤更能好好保存化石，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进行考古研究，希望可以发现更多史前人类的遗迹。在导览的最后会来到武义洞，因为这个洞穴很明亮，地势又很平坦，所以考古学家决定在这边开挖。后来就真的在这边发现了3000年前的石棺，还有4000年前的用火遗迹。在石棺里，数千年前的人骨还带着贝壳手镯，而且专家推测，以前跟现在的地面只差了15公分，代表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以前人看到的风景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。最后就会坐在这个洞穴里面，听导览员分享一些学者的看法，包括了其他像是尼安德塔人、智人等等。还有远古人类在世界上的分布，还有港川人的特征等等。如果你是对欣赏自然景观、史前遗迹有兴趣的，这趟导览之旅真的很推荐，要预约参加。导览结束出来，旁边这个是博物公园，对面就可以看到冲绳世界文化王国的入口了。这边有最知名的玉泉洞，门口旁边有地图，除了有玉泉洞，还有其他景点。玉泉洞参观步道的长度非常长，整个走完大概要30分钟以上。中途没有别的出入口，进去前可以到旁边的自动售票机买票，它有现金跟信用卡2种付款方式。15岁以上的话，票价就是2000日元，儿童票是1000日元，3岁以下的话免费。顺着参观路线，第一站就要去玉泉洞。这边下去有提供拍照的服务，是免费提供的，可以留作纪念。工作人员会指示你要摆什么的动作，后面再去这个地方领照片就好了。玉泉洞全长有5公里，开放给游客参观的只有900公尺。在地下的玉泉洞，终年都是21度，夏天来的话，刚好可以避暑，非常凉快。洞内视野很昏暗，只有部分地方有打灯。很多钟乳石都有自己的名字，这边是银柱，这个因为长得很像菩萨，所以被叫做大船玉殿。这里是枪天井，在整个玉泉洞有100万株钟乳石，这里就占了2万多根。化石广场展出了鹿骨，代表曾经有小鹿在玉泉洞里面生活，但它们早在15000年前就灭绝了。玉泉洞的步道上不时会有水滴下来，所以地面也会有点湿滑，要小心脚步。这里的步道不大，还会有一些楼梯，所以不建议推婴儿车或是轮椅来哦。青之泉在水底下打了蓝色的光，看起来非常梦幻。这是钟乳管，比一般的钟乳石中间多了一个像管子的构造。黄金之杯有很特别的金黄色钟乳石，也是日本最大的金黄钟乳石。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跟钟乳石合照的相机，也可以留作纪念。这边有长得很像榕树的钟乳石，所以被取名为茂密的榕树。玉泉洞里面一共有30种左右的生物，这边又展出了几种鱼、虾，还有螃蟹。在水里也可以看到鱼。这边就走到出口了，有手扶梯可以搭乘上楼。从玉泉洞出来之后，就会接着到王国村的范围。首先来到的是热带水果园，这边有大约50种的热带果树，像是芒果啊、木瓜、凤梨等等。这边就是一大片的凤梨园。另外，在不同的季节，也可以近距离看到一些特殊的花卉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，也欢迎留言分享影片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还有最重要的旅伴。一路上
都有路牌指引，动线规划的蛮好的。这边有热带水果做的果汁、冰淇淋跟酒，还有一些炸物跟小点心，也有像是风狮爷图案的饼干，跟其他冲绳限定的伴手礼。旁边有卖热带水果跟冰棒，贩卖果汁、冰淇淋的店家。Blue Seal 的双麒麟也是有进驻的，你还可以在这边体验冲绳的陶艺。有风狮爷造型的摆饰，还有盘子、指正等等。冲绳发展了很多不同的传统工艺，包括了陶艺啊、玻璃、蓝染、皮革工艺等等，都能在这边体验到。旁边是琉球的玻璃饰品，你可以体验制作不同的配件，也有卖耳环跟发饰。这一间是专卖琉球玻璃艺品的商店。这里有一些贝壳、海洋生物的小摆饰，都做得非常精致。这边的商品都有丰富的色彩，而且每一个都是由工匠手工制作的，作品都独一无二，有不同的形状啊、颜色。这里有耳环、戒指、项链等等的饰品，是用冲绳海的颜色当做主题，设计了很多蓝色的饰品。除了大的以外，也有这种比较小的款式，更适合日常佩戴。其他还有一些摆饰啊跟小物，都能当做纪念品带回家。接着就会来到下一个区域，琉球王国城下町，是有很多超过100年历史的古宅，是从冲绳各地迁移过来的。这边可以租借传统的琉球服饰，到园区里面拍照留念。租一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可以尽情的玩到打烊。旁边就是领取照片的地方。这里是蜻蜓制造的工艺品，有很多不同的花纹跟图案。后面那间则是有染布跟陶艺彩绘体验。这边是泡泡茶屋，还有琉球玻璃体验。这边有冲绳的传统民房古民家，周围是有用珊瑚或是石灰岩堆积而成的石墙，是为了防台的设计。前面这个有皮革体验，可以自己制作钥匙圈。一比龙是日本的传统艺术，被视为是一种幸运符。这里有手工织布体验，可以用传统织布机做出有特色花纹的小物。王国历史博物馆简单的介绍了琉球的自然、文化跟历史。珍珠体验可以自己从贝壳挖出珍珠，再做成漂亮的饰品。旁边是温泉鱼疗，鱼会帮忙吃掉你老废角质。这里有一小区域卖了一些纪念品，有扭蛋抽奖，有贝壳的小碟子。这里是一些精致的珍珠饰品。旁边还有以冲绳的海为主题的小物，这边有卖一些果干、五谷零食，还有琉球玻璃的小吊饰，是一些海洋生物的造型，还有机会看到现场制作。这边有热带水果的点心吧，这间可以吃到10元牛，还有用玉泉洞地下水制作的冲绳珊瑚啤酒。这边是南都造酒所，有琉球柠檬沙瓦、珊瑚啤酒、水果利口酒等等，还有蛇酒苏打，跟浸泡了一整只毒蛇的毒蛇酒，是被当作药酒使用，对身体有益。这边主要使用的毒蛇是龟壳花，因为据说龟壳花光靠水就能活上100天以上。除此之外呢，也有卖冲绳独有35咖啡利口酒，是把风化珊瑚烘焙成熟后的咖啡豆浸泡在泡盛里面制作而成。这边定时会有太鼓舞表演，有舞狮、太鼓舞、三线与民谣等等的演出。太鼓舞表演的旁边有餐厅，这里有自助餐，但是只有接受团体预约用餐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到隔壁这间用餐。主要有提供冲绳面、汤豆腐定时跟海鲜冻饭。这一次我点了一份岛豆腐野菜定时，换算台币大约是230块左右。还有冲绳面，一碗大约160元台币。再来这边有纪念品店，有很多伴手礼盒限定名产。
商品种类还蛮齐全丰富的。也有冲绳纪念 T 恤跟其他不同设计的特色图案，也有给宠物的服饰。这边有风狮爷的图案，设计得很可爱。另外，除了成人的尺寸，也有童装，各种不同颜色的 Orion 纪念 T 恤。赶嘎啦之谷跟玉泉洞就在正对面，所以非常适合把行程安排在一起。接下来我们骑车9分钟左右会抵达奥武岛。这边最知名的就是有2间天妇罗名店。我们这一次来到的是位在奥武岛入口处的中本鲜鱼天妇罗。这边的天妇罗都只要铜板价，可以吃到很多样的海鲜跟蔬菜。旁边有菜单可以填，也有繁体中文的版本。我这一次点了鲜鱼、鲜虾跟蔬菜，一份都只要90到160日元，食材都很新鲜，非常推荐。然后在中本鲜鱼天妇罗的对面就是奥武海滩，这边有非常清澈的海水，还有干净的沙滩，很多的当地居民都会带着小朋友来到这边玩水。对面有一间传统杂货店，还有卖冰，这边推荐可以顺道来走走。我们旅程结束就要回到机场，准备回家啦。机场里面也有一大区卖伴手礼的商店，如果你有少的，都可以到机场再补货。往前走也有各个品牌的店家，有红玉塔的玉果子玉店，便利商店 Lawson， 旁边也有给小朋友玩的地方，还有几台夹娃娃机跟扭蛋机。前面是一条小小的购物街，左手边有一间咖啡店，有卖一些饮品跟点心。右手边是冲绳 T 恤的老字号品牌，都是充满冲绳风情的独特设计。这间是盐屋，有卖大约145种的冲绳盐跟伴手礼。前面还有来自北海道的面包跟甜点。机场里有一间扭蛋店，机台数量也蛮多的。接着我们要去航空柜台报到，我们要前往3楼。到这边就可以根据布告栏找到自己的报到柜台。候机的时候呢，你除了楼下的商店，楼上也有餐厅可以用餐。我们冲绳之旅就介绍到这边，总共介绍了这么多的地方，你最想去哪里呢？我们下一集是频道的新系列影片，手把手带你从买机票开始，一步一步进行出国前的准备。国外旅游的新手千万别错过哟！